不是货不对版，知道吗？他直接诈骗，这个太离谱了。你们觉得这就离谱了吗？还有更离谱的，就是官方这个电脑品牌的官方自己篡改数据，就说客户买的这个电脑，正常的看是发现不了的，而且它是很深度的篡改，就是说。不止你在系统配置里面你看不出来，就是你看起来一直都是高配的处理器，你甚至下什么鲁大师，很多检测的软件都测不出来，测出来都是高配的处理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真言。中国笔记本电脑牌驰维最近突然在海外科技圈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少海外用户在论坛里吐槽，说自己刚买的电脑明显跑不动。也有人表示，打开几个网页就开始卡顿，视频剪辑更是几乎无法进行，甚至连最基础的办公操作都时不时出现延迟。驰维在电商平台上，它一直以配置高、价格低著称，其中一款热卖机型 Core Book X 更是打出搭载 AMD Ryzen 57430U 处理器的卖点。从参数来看，这是一颗属于AMD 锐龙7000系列的移动芯片，理论上足以应对日常办公、多任务处理甚至轻度创作需求。但现实体验却让越来越多用户产生怀疑。随着讨论不断升温，大量用户开始在 Reddit 的社交平台发帖吐槽，有人甚至直接质疑这台电脑真的用的是他宣传的那颗 CPU 吗？这一声越来越大，也终于引起了专业媒体的注意。欧洲知名科技测评机构 NotebookCheck 决定亲自出手，彻底搞清楚这台电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购买了一台全新的 Core Book X， 开始进行系统级检测。开机之后，一切看起来都毫无异常，系统界面清清楚楚地显示处理器为 Ryzen 57430U。进入 Windows 系统后，设备信息依然识别为 7430U， 就连专业检测工具 CPU-Z 也给出完全一致的结果。真正的转折出现在拆机之后，当记者将机器拆开，露出处理器本体时，一个关键细节让整个世界瞬间反转。芯片上的 OPN 编号显示为10000000375，这个编号就像处理器的身份证。经过查询 AMD 官方数据库，结果令人意外，这个编号对应的并不是 7430U， 而是另一款型号 AMD Ryzen 55500U。 这是一颗发布于2021年的旧款处理器。因为 7430U 作为更新平台的一员，在性能调度、能效表现以及平台支持上都有优化，而 5500U 不则属于已经上市多年的终端芯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种差距会直接体现在多任务处理能力不足、图形性能偏弱以及整体系统流畅度下降。面对媒体曝光的结果，驰维方面很快做出回应。他们表示，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不同生产批次以及库存问题导致，不同时间生产的产品可能会使用不同型号的处理器。但这一解释并没有平息争议。更具争议的是，驰维随后要求 NotebookCheck 撤下相关报道，并表示将考虑采取法律行动。这样的回应不仅没有让事件降温，反而引发更多关注。外界开始质疑，如果只是简单的库存问题，为什么要如此强硬地要求删稿？为了验证问题是否只是个别现象，媒体决定进行第二轮调查。这一次，他们从一家信誉良好的德国零售商那里购买了一台更高端型号 Core Book Plus。这款产品同样宣称搭载 Ryzen 57430U 处理器，定位甚至高于此前的 Core Book X。拿到机器后，检测流程几乎一模一样。外包装标签写着 7430U， 机身贴纸标注7000系列、BIOS Windows 系列以及 CPU-Z 等工具，全部显示为 7430U， 一切看起来依旧完美无缺。但当记者再次拆开机器，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处理器的 OPN 编号依然指向同一个答案 Ryzen
5550U。这一次事情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媒体发现这两台电脑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主板设计，这意味着问题不太可能是单纯的生产失误或零件混用，而更像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系统级伪装。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商业角度来看，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有业内人士分析，如果这款电脑真的使用 7430U 处理器，再搭配 16GB 内存和 512GB 固态硬盘，售价$535，在美国市场其实并没有明显优势，因为同类配置的产品大致就在$450到$550之间。但如果将处理器换成成本更低的 5500U， 整机成本就会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厂商既可以维持高配置的宣传，又能获得更高的利润空间，同时继续吸引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问题在于，这种做法一旦成立，就不仅仅是性价比策略，而是触及了消费者信任的底线。这起事件引发的讨论也迅速从这台电脑值不值升级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当下的硬件市场中，消费者还能相信什么？截至目前，驰维尚未对第二次曝光做出更进一步的公开回应。有网友直言，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新鲜，更像是过去山寨手机时代的翻版。前段时间就有人分享过类似经历，一台标称搭载高通骁龙888 16GB 内存加 1TB 储存的手机，售价却只有$500。表面上看，系统信息一切正常，但一旦跑分测试，成绩却只有几万分，明显不对劲。进一步检测后才发现，所谓的高端配置不过是被篡改的数据，真实硬件只是性能极低的入门级处理器，内存和存储也全部经过虚标。换句话说，这种改参数、做伪装的技术路径，其实早已存在于部分低端电子产品领域。但现在却出现在一款面向普通消费者销售的笔记本上，这种反差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震惊。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围绕性能与真实体验的争议，并不只是出现在一个品牌身上。近日，一名用户在网络上分享视频称，自己使用一台高配置的华为笔记本，在视频剪辑软件中一次导入16个文件时，程序直接无响应。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使用反馈，却很快演变成一场舆论争议。他被部分网友指责为抹黑品牌。第二天，这名用户再次发布对比视频，他用同样的操作将文件导入另一台搭载 Apple M1 芯片的 Apple MacBook 中，即便是76个文件，也几乎在1秒内完成加载。对比十分明显，但争议并未因此停止。仍有人质疑是不是文件太大、数量太多导致的问题。无奈之下，这名用户只能再次测试。这一次，他只导入一个视频文件，软件运行恢复正常。他自嘲道：“看来都是我的错，是我一次导入太多了。”视频转载到海外 X 平台，有网友直言：“Mac 1秒76个，华为16个就死机，差距大到离谱，还不承认自己是垃圾。”还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奇葩经历：“我没招了，高考完买了华为的笔记本，因为我什么都不懂，直接跟他说我要最好的，大概7、8千人民币吧。回家发现 i7 的芯片秒变 i5，简直就是强买强卖。那个店员还跟我说，你个女生又不打游戏，要那么好的芯片干嘛？”网友表示，这辈子不想再看到华为。前不久，数码博主泰克智还抛出一则引发争议的消息。早在1月6日，华为一款面向海外市场发售的手机 Nova 14i 在香港开售，但这款看起来定位不低的机型，其核心配置却引发了不少讨论。根据披露信息，这款手机所搭载的处理器并非最新平台，而是发布于2021年的高通骁龙680。这是一颗定位中低端的芯片，通常出现在入门级或百元机型中，主打的是基础功耗控制与日常使用，而并非性能表现。
也正因此，这一配置曝光之后，不少人开始质疑其产品定位与实际性能之间是否存在落差。在消费者预期越来越依赖型号与参数的当下，当一款看起来更新、命名更高的产品，实际却沿用多年前的入门级芯片，这种新壳装旧新的做法自然引发争议。与此同时，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在二手电筒自元件回收中差点被骗的经历。他购买的芯片外观完整，却是空壳料，内部没有任何实际电子元件或存储容量。就在刚刚，差点损失6、7千，什么情况呢？有个同行卖我这个254清一色的256G，我2张多收啊。然后有30多个，将近7000块钱。然后拿到手，我一看全是新料，都做过脚的。然后一拿到就重量就不对，因为我们正常这种回收了，那基本上都带胶的，哪怕没出过胶也能看出来。它这种呢是什么呢？都是空包料，里面是没有晶圆的。有分析认为，上述现象是整个产业现实的一个缩影，也与整个产业链的现实处境有关。根据日经中文的报道，目前中国非代工类半导体厂商在全球的销售份额已经下降至约 3.9%。受限于外部技术与设备限制，中国企业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仍面临明显瓶颈。先进卫程方面，全球最领先水平已进入3至4纳米，而中国主要停留在中芯国际的7纳米阶段。这意味着在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等核心领域，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依然难以摆脱。尤其是在 AI 赛道上，大模型训练所需的算力，至今仍高度依赖英伟达 GPU 体系，而这一点在 DeepSeek 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去年中国新年期间，这家 AI 初创公司一度任凭低成本、高性能的模型震动全球，被视为中国 AI 突破的重要信号。然而，短短1年后，舆论却出现明显反转。多方消息指出 ，DeepSeek 所谓的技术突破，并非完全建立在独立自主之上，其新一代模型很可能依赖被限制出口的高端芯片，通过灰色渠道流入中国，并在本土数据中心完成训练。所谓国产算力的背后，依然是对美国技术体系的深度依赖。不仅如此 ，DeepSeek 还被指通过大量虚假账号，高频调用美国 AI 模型接口，抓取其推理路径，再通过蒸馏的方式复制核心能力。这种行为在美国企业看来，已经超出正常的使用范畴，更接近于对技术能力的系统性抽取。换句话说，一边是遥遥领先的叙事，一边却是依赖外部技术拼接而成的能力体系。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